叛军攻入皇城这天，我扮作太监仓皇出逃，却还是被一个高大魁梧的叛军擒住。他粗粝的大掌死死捂住我的嘴，在我耳边冷声道：“不想死就闭嘴，还有你记住，昭云公主已经死在了叛乱里，你只是个小宫女。”说完便粗鲁又疯狂地撕了我的衣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谢裤被暴力撕碎时，我抖若筛糠，满脸是泪，不断地哀求着：“求求你，放了我吧。”眉眼凶厉的男人却是突然吻去我脸上的眼泪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你信不信我若放了你，你的下场只会更惨？”说完，示意我看向周围。此时的后宫已经变得一片血腥混乱，到处可见太监侍卫的尸体，还有禽兽般压着宫女发泄的叛军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浑身冰冷，心中满是绝望。男人却突然在这时将粗糙的大掌探入我的衣摆，我瞬间浑身紧绷起来，心中无比后悔。早知道扮成太监也逃不掉，我还不如早点自尽，也好过现在这般被叛军折辱。可我没想到，男人这时竟有几分温柔的阴哑道：“乖乖，别害怕，我思慕你已久，等一切结束后，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放轻松，不然待会儿你会受伤的。”闻言我愣了一下，这人竟然认识我，还说他思慕我。但很快我便含泪愤怒地瞪着他。呸！倘若真的思慕于我，又怎么会这般折辱强迫我？骗子！许是看出我心中所想，男人一边撩拨我，一边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乖乖，我不是故意想折辱你的。我若不这样做，你让其他人怎么想？这些人做梦都在想女人，不然也不会连太监都不放过。我若不霸着你不放，你猜你会被多少人吃掉？”闻言，我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战。我知道他说的其实是对的，那些被叛军压着发泄的人，其实不只有宫女，还有一些面白肉嫩的小太监，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宫女在被叛军轮流玩弄，他们甚至在互相比较着谁坚持的时间最长久。若是落在这些人的手里，我恐怕要生不如死。思及此，我不禁满脸祈求的含泪望着他：“求求你，至少别在这里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这般折辱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男人听了，突然一下将我扛在了肩上。见状，旁边的一个叛军吹了个口哨道：“哟，江群，你眼光挺毒吗？人家都扮成小太监了，也没逃过你的眼睛。”随后又淫笑着说道：“瞧这细皮嫩肉的，看着就带劲儿。等你玩够了，也让兄弟我乐呵乐呵。”我不禁心中一紧，害怕江群真的给我让我出去。江群却是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，粗鲁地大声骂道：“呸！老子拼命到现在就是为了找个美娇娘做媳妇儿的，回头我就用军功换了她，敢碰她，老子剁了你的手。”对方听了江群的话，只得讪讪地走了，而江群则是直接大咧咧地扛着我进了旁边的假山内，随即将我抵在假山上，伸手从腰间取出一个小瓶子，打开抠了点药膏在手中。就在我困惑间，他已将这东西涂在了我身上，然后眼神深邃滚烫地盯着我，饿狼一般一口叼住我的唇，开始攻城略地。我呜咽着想躲开，却被更用力地扣在他怀里，只能无力地仰起头，任由他侵略性十足地索取。可也不知道他给我涂的是什么东西，渐渐的，我的身体竟变得虚软起来，而他则是在这时突然松开了我的唇，然后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叫得越惨越好。”我先是愣了一下，下一秒我不禁惨叫出声：“啊！”外面的叛军听到我的惨叫声，却被刺激得更兴奋了，纷纷大吼着：“叫啊！贱人，你怎么不叫了？”不一会儿，假山外便传来宫女的惨叫声，我不禁有种兔死狐悲之感，但江群却不给我悲伤的机会，将我顶在假山上，便沉声道，一边叫一边求饶：“不然他们会怀疑的。”闻言，我心中一沉，慌忙不断地哀求他：“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！”呜呜呜！我几乎被江群折腾了一整天，身子骨都要散了架。而就在我快要昏死过去时，江群突然凑到我耳边道：“乖乖，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去换你回来。”后面发生的事情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等我醒来时，已经和其他太监宫女一样，发丝散乱地被囚禁在偏殿里。怕被人认出身份，我赶紧垂下头，暗自捏紧双拳，心中只期望着江群说话算话，真的会换我离开。否则，一旦我的身份被辛地发现，必然绝无活路。而3天后，一切终于尘埃落地。我那暴虐嗜杀的父皇被辛地砍了头。据说辛地找到他时，他正在提剑斩杀后宫嫔妃，龙袍都被鲜血溅得湿透了。皇子们则是被辛地屠杀殆尽。现在，所有人都在等着辛地登基，论功行赏。翌日，殿外突然来了一大群叛军，和前几日的疯狂不同，这次他们明显纪律严明了很多。很快，便有10几个叛军一起进殿，眼神炙热地朝我们扫过来。我赶紧垂下头去，怕被盯上。不一会儿后，便有叛军陆陆续续说道：“你和我走，上面把你赏给我做媳妇儿了，你和我走吧。”而就在我提心吊胆间，一双靴子出现在我的眼前，紧接着，一只粗粝结实的大掌一把将我拎起，“和我走吧。”听到江群的声音，我竟忍不住感到有些惊喜。他真的来唤我出宫了。我下意识地抬眸看他，却见他冷着脸朝我眯了眯眼睛。我连忙收起眼中的喜色，低下头去，随后和其他被选中的宫女一样排队出殿。殿外摆放着一张书桌，每出去一个宫女就要记录一下相应的身份信息。见状，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因为父皇近些年愈发的荒淫无道，暴虐嗜杀，宫里动不动就被他斩杀的太监宫女比比皆是。恰好我知道几个刚入宫没多久就被无辜迁怒而死的宫女的名字。到了书桌前，我垂着头战战兢兢地道：“奴婢如意，是绣房的女工。虽然我在宫中并不得宠，但到底也是个公主，没做过什么粗活，双手白嫩细腻。若是说自己是浣衣局这种地方的，怕是一眼就会被人看出来撒谎。”对方果然瞥了一眼我的手，然后记下我的名字放行。等到所有过来的将士都选好人后，我便跟着江群出了宫，直到看到宫外的大街，我才有了自己已经离开后宫的真实感。而江群这时突然牵起我的手，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客栈。进屋后才朝我道：“你先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日我们便离开京城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不禁愣愣地看着他。明日便离开？你不是辛地手下的将士吗？闻言，江群轻笑了一下。今日去选宫女的都是受了伤要退役的老将，我也不例外。你难道不想离开这里吗？我抿了抿唇，当然想。从前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吃人的后宫。我的母妃曾是名动天下的美人儿，被父皇强夺入宫后，因为生我而身材走样，肥胖了不少。之后她便失宠了，但我却知道她是故意把自己吃胖的，因为父皇就是个随时会发疯的癫公，他的宠爱都是带着血腥味的。母妃死前最盼望的事情，就是待我及笄后赶紧出将离开后宫。只是我们都没想到，我会在今日以辛地赏赐的身份离开后宫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我都离开了那里，不是吗？这时门口响起敲门声，我本能地瑟缩了一下身体。江群看了我一眼后，起身朝门口走去。门口站着的是送饭的店小二，他似乎有些畏惧江群，小心地道：“客官，您的饭菜好了。”江群单手接过托盘，关了门，然后将饭菜放在桌上，朝我道：“乖乖，来吃饭。”闻言，我有些拘谨地走过去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只有母妃才会这样叫我，可江群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呢？”江群听了我的话，微微勾唇：“先吃饭，等离开京城了，我再告诉你。”我只要压下心头的疑惑，哦了一声。虽然前几日是他先强迫了我，可我心里也清楚，若不是落在他手里，换了其他人，我现在还有没有命在都不一定。更何况他真的光明正大地带我离开了后宫，以后我便不再是什么前朝的昭云公主，而是宫女如意。吃过饭后，江群给我叫了热水，然后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哑声道：“前几日把你身子弄脏了，你今天洗洗吧。”闻言，我不禁脸颊一热，
脑海里忍不住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随即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江群。你还敢提那天的事情？不要脸！然而这一瞪非但没什么威慑性，反而惹得他喉结滚动，黑眸满是侵略性地盯着我。我不禁呼吸一滞，下意识地后退，却被江群三步并作两步禁锢在木桶边缘。他一只手扣着我的腰，一只手轻轻地碾压我的唇。乖乖，这可是你先挑起的火。说完，不容我反驳什么，便低头粗暴地掠夺走我的呼吸。大掌同时娴熟地剥落我身上的衣服，肌肤贴到江群身上冰冷的盔甲时，我被冰得狠狠哆嗦了一下。江群赶忙松开了我忍不住抬起手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，裹紧衣服，满是屈辱地看着他。你再强迫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听到我的话，江群顿时慌了起来，立刻嗓音嘶哑低沉地朝我保证，乖乖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你别生气，今晚我不碰你就是了。手打疼了吗？我看看是不是红了。我不想理他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蹲在木桶边抽泣。昭国灭亡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点都不难过，因为我知道父皇是个暴君，也不在乎我这个女儿。可刚才被江群那样对待，我却不知怎地感到格外委屈，想哭。见我抽泣不已，江群却突然解起了身上的盔甲，我顿时心中一凉，忍不住哭得更大声了。大骗子，说好的私慕于我，结果现在还不是准备和宫乱难日一样逼迫我与他欢好。一时间我不禁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但就在这时，身体却突然被江群轻而易举地从地上强行抱在怀中，随后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擦去我的眼泪。哭什么？说了今晚不睡你就不睡你，解铠甲是怕冰到你的身子，不是要强迫你。别哭了，你哭得我心都要碎了。闻言我不禁错愕地看着他。真的吗？江群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。做那事儿也得你情我愿，我又不是禽兽，喜欢强迫女人。说完，又意有所指地朝我道，更何况我不信你不喜欢那天的滋味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再继续不迟。听到他的话，我顿时像炸了毛的猫，面红耳赤的怒斥，你少胡说八道，我才不喜欢，都是因为你对我用了药，我才会那样的。江群听了，眼神微暗，但很快便轻笑道，看样子乖乖对我那天的表现不满意了。你放心，为夫以后一定会刻苦钻研房中术，争取让乖乖对我满意，恨不得日夜与我共享鱼水之欢。我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你无耻下流！可心脏却忍不住砰砰砰地乱了节奏，一片烦乱。而江群这时则是将我抱起放进浴桶里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快洗澡吧，别等水凉了。说完便转过身去，我连忙缩进浴桶里。这时才发现我的身上竟被江群留下了不少青青紫紫的暧昧痕迹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混蛋还说自己不是禽兽。洗完澡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够不到浴巾。就在我为难之际，江群突然转过身来，我连忙重新蹲进浴桶里。江群见状，唇角微勾，大步上前后，低头笑盈盈地看着我，起来吧，我抱你出来，以后我们便是夫妻了，在我面前你不用这般羞涩拘谨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禁握了握拳头，随后咬咬牙从浴桶里站出来，光溜溜地朝江群展开双手。江群眼神一深，用浴巾裹住我后，便掐着我的腋窝，将我从浴桶里抱了出来。如此近距离的接触，我才发现他的体温烫得惊人。到了床上后，江群递给我一套普通的棉布衣服，先委屈你穿这个了，离开京城前，你打扮得越普通越好。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的。虽然我出宫的机会很少，可难保京城内没有认识我的人。离开这是非之地前，自然是越低调越好。将我塞进被窝后，江群便一边紧盯着我，一边当着我的面宽衣解带。我本来不想看的，可他的眼神却像黑色漩涡似的，吸了我的魂儿，控制着我睁大眼睛。只见他的里衣带子刚解开，便朝两边散落下去，露出大片鼓胀的胸肌和成块的腹肌。袖子退下后，
是比我的大腿还要粗的胳膊，胳膊上的肌肉更是结实流畅，充满了线条感和力量感。见状，我忍不住心中恍然，难怪他当时能单手拖着我那样子做。就在我胡思乱想间，江群腰间的裤子突然滑落下去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赶紧扯上被子盖住脑袋。啊啊啊！我的眼睛脏了。而江群却在这时闷笑一声，随即转身进了浴桶洗澡。江群洗得很快，没多久便擦干身子，直接钻进了被子，将我揽在怀里。我顿时浑身僵硬起来。江群见状，在我唇上轻轻的一吻，我就抱抱你，真的不碰你，快睡吧。可我哪敢放松，直到实在挺不住了，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许是昨晚身体绷得太紧，睡得不舒服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总感觉大腿有些酸痛，但我也没多想。江群此时并不在屋内，我松了一口气后，赶忙起身将衣服穿好。而刚穿好衣服，江群便端着早膳进来了。乖乖，你醒了，洗漱一下，来吃点馄饨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赶忙镜面漱口洗手。吃完早饭后，江群收拾了一下，让我带上木犁后，便牵着我下了楼。客栈下面已经停好了一辆马车，江群将我抱上马车，便驾马朝城外驶去。到城门口被拦下时，我的心脏都不禁提了起来，该不会被拦下来吧？好在我想多了。守门的士兵看了江群的录影后，便放我们离开了。我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没多久，马车便将城门甩在后面。等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后，我才忍不住掀开车帘，朝江群道：江群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江群回头看我一眼，回道：回我老家西北阳城。我知道西北距离京城很远，但并不清楚阳城在哪儿。有多远啊？江群听了笑道：大概2000里吧。我不由得瞪大眼睛，2000里？我听说流放之地最远的也就3000里，江群的老家竟然距离京城有2000里。见我吃惊不已，江群勾唇道：听着怪远的，不过走水路的话，半个月也就到了。地方越偏僻，对你来说就越安全，你别害怕。我不禁抿了抿唇，片刻后小声道：江群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江群冲我回头咧嘴一笑，说什么谢谢？为了乖乖，我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，就是以后要委屈你和我一起在乡下生活了。我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那也比待在后宫好。乡下再偏僻，还能有一辈子只能待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惨吗？10天后，我们到了江边，江群将马车处理掉后，便带我上了前往西北的船。但我没想到自己会晕船晕得那么厉害。江群见我脸色不对，连忙将我揽在怀里。乖乖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此时我也顾不上什么抱不抱的了，吐了好几口后，才难受地道：头晕，恶心想吐。江群听了，瞬间满脸懊悔，早知道你晕船如此厉害，我便不该带你走水路。等船只靠岸，我们还是下去坐马车吧，时间长点就长点。我奄奄地嗯了一声，虚弱无力地靠在江群结实的胸膛，耳边是他慌乱不已的心跳。不知为何，这一刻我突然没那么排斥江群的身体了，反而觉得他的怀抱充满了安全感。晚上，躺在狭窄的小床上，我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。江群一下惊醒过来，连忙上前扶住我。乖乖，怎么又吐了？我抓紧他的胳膊，忍不住难受地祈求道：江群，你抱抱我，你抱着我就不难受了。江群听了愣了一下，随后赶紧将我抱起，放在他的腿上坐好。乖乖，这样吗？我无意识地蹭了蹭他的胸口，调节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低低地嗯了一声。说完，便疲累地抱着他的腰闭上眼睛。本以为江群会趁机动手动脚，可他却只是心疼地拍着我的后背，哄着我入睡。因为船只不能中途靠岸，接下来这一路，我几乎是全程都挂在了江群身上。在船上昏昏沉沉地度过了7、8天后，船只终于靠岸。江群第一时间将我抱下船只，在镇上找了家客栈，暂时休养起来。几天后，我的精神终于好了不少，江群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朝我道：乖乖，想去外面逛逛吗？
这里距离京城1000多里了，你不用担心被人看到的。闻言，我不禁眼神一亮。好啊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带了木梨。结果等上了街以后才发现，满大街的女子没有一个是挡着脸的，反倒是我带着木梨才显得有些奇怪。于是我干脆也拿下了木梨，和江群一起逛街。很快我便发现，这里和京城格外不同。京城人吃饭都讲究一个食不厌精快不厌细，西北这边却是粗犷许多。肉是直接上一整个大骨头直接啃，酒是拿海碗直接喝，看着就觉得痛快豪爽。甚至连街边卖的大饼都比江群的脸还要大。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看着街道上比我高了不少的男男女女，我不禁暗自想着，难不成吃的东西大，这人也会长得格外强壮高大吗？江群见我满脸新奇地盯着路边的大饼，过去买了一个，笑着撕了一小块饼给我。尝尝。我嗯了一声，伸手接过，咬了一口，虽然有些硬，但是却很有嚼劲儿，入口咸香美味。之后江群又带我买了不少别的吃的，几乎每样吃食分量都很足，我吃不下的都被江群解决掉了。在街上逛了一圈，才买了一些东西后，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。翌日，江群便买了新的马车继续赶路，不过这次他倒是不急了，一路带着我吃吃停停，让我好好享受西北的风光乐趣。又走了20来天后，我们终于赶到了江群的老家。江群的老家在山脚下，如今只剩一间破旧的土坯房。到家后，他有些窘迫地进屋点燃艾草，然后迅速收拾四周的杂草。我则坐在马车边，静静地看着他干脆利索地干活的模样。很快，江群便将院子打扫干净，然后朝我尴尬道：“明日我便联系人重新建房子盘炕，不会让你跟着我吃苦的。”闻言，我轻嗯一声，和江群一起住在这里，似乎还不错。当天，我们就着马车里的干粮凑合了一顿。第二天，我还没醒，江群就已经起来收拾干活了。昨天回来时还很荒凉的家，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吃完早饭后，江群眼神希冀地朝我道：“乖乖，我要去找村长一趟，你和我一起去认人吧。”闻言，我顿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江群瞬间面露喜色，随后拎了点礼物，牵着我的手朝村长家走去。村长见江群活着回来了，高兴极了。好好好，回来就好。盖房子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当初要不是你，咱们村可没那么容易保住，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在1个月内帮你把房子建起来。江群立刻朝村长道谢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江群，村长刚才说你是他们的恩人，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江群听了随意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当初西北叛乱，一些土匪趁机到处烧杀抢掠，我提前发现不对，就带着大伙一起上山躲起来了。”闻言，我不由得沉默了。我知道父皇不是个好皇帝，但是亲耳听说在他的治下，百姓们因为他的昏庸而不得不遭受这些事情时，还是会觉得很羞愧。难怪叛军会一路势如破竹，直接打到皇城。到家后，江群直接在院子里架了个简易的土灶，然后把马车上提前买好的铁锅放上去。我有些佩服地看着他，江群怎么什么都会，不像我，简直就是废物一个。吃过午饭后不久，我有些犯困。江群见状温声道：“累了，睡一会儿吧。”我嗯了一声，结果刚躺下，就看到房梁着挂着一条蛇。我不禁猛地瞪大眼睛，然后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朝江群身上跳过去。啊！江群，有蛇！江群连忙稳稳地接住我的身体，单手托住，随即朝房顶扫了一眼。别怕，一条普通的草蛇而已，没有毒的。你看，它已经跑出去了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再次鼓起勇气抬头，果然看到一条蛇尾顺着房顶的窟窿钻了出去。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可刚准备从江群身上下来，他却扣着的腰不放。我一抬眸，便对上他满是欲望的黑眸。乖乖，我都忍了1个多月了，我都要想死你了，给我好吗？我会很温柔的。
我不由得睫毛一颤，不自在地推拒道：“可是现在是白天。”江群的眼神却是瞬间变得更亮了，然后轻声哄着我：“白天不是更好吗？这里暂时不会有人来的，晚上的话，我反而担心会有蛇溜进来不安全。”听到蛇，我顿时下意识地抱紧他的脖子。江群轻笑一声后，突然低头含住我的耳珠：“乖乖别怕，我知道你也很想我，对不对？你不讨厌我了，是不是？”闻言，我不禁脸颊一热，干脆羞恼地闭上眼睛。江群见状，直接扣着我的后脑吻了下来。许是因为这段时间与江群日夜相伴，交紧而眠，现在我竟完全不排斥他的靠近了，甚至还学会了回应他。发现我竟然回应了他，江群瞬间疯了似的吞掉我的唇舌，我根本无力招架，很快便晕晕乎乎地躺在了床上。等到我回过神来想抗拒时，江群却再次重重地堵住我的呜咽：“混蛋啊，又欺负我！”而这一天，我连晚饭都没吃成。第二天起来时才发现，土炕都被撞散了半边，这要是床，还不得被他给弄塌了。我不禁捏拳，狠狠捶了一下被子，就不该对江群那个禽兽心软。这时，江群端着粥，一脸心虚的进来了：“乖乖，你醒了，快起来喝点粥，外面建房子的人已经来了。”闻言，我顿时身体一僵：“什么？建房子的人已经来了？”而我却还在床上呼呼大睡，这让别人可怎么想我？一时间，我不禁恨恨瞪了一眼江群，眼眶微红道：“都怨你，害我这么晚还没起来，出了丑。”虽然我很少和外人打交道，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知道的。江群讪讪一笑：“乖乖别生气，我和大家说了，你奔波了一路，累倒了。西北人都不拘小节，不会在意这点小事儿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但还是在起床后赶紧出去和人打招呼。结果一出门，就见外面居然来了30多个大汉，个个长得高大粗犷，吓得我心里直打鼓。而江群则是在这时将我挡在身后，朝众人道：“诸位叔伯兄弟，这是我媳妇如意，她是南方人，初来乍到，还不太适应咱们这里的环境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各位海涵。”听到江群的话，众人都一脸羡慕地看着他。江群，你小子行啊，找了这么个娇娇软软的美娇娘，拦得可真够紧的，这是怕我们多看几眼吗？人群很快爆发出善意的哄笑声，我不禁狠狠揪了一把江群的腰，然后走到前方，朝众人行了个礼：“诸位乡亲好，妾身今日多有失礼了，有劳你们帮我们建房子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众人连连摆手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弟妹你身子弱，还是早点进屋歇着吧。”“是啊，我们保证你们过1个月就有新房子住。”江群这时直接将我打横抱起，进了屋子，随即笑道：“我就说大家不在意那些吧，你赶紧吃饭吧，吃完了碗放在那，等我进来收拾。”我羞恼地瞪他一眼，然后拿起勺子开始喝粥。因为地基都是现成的，天气也一直很好，帮忙盖房子的人又多，于是不到1个月，新的砖瓦房就盖好了，卧室的新土炕也被盘好了，江群在木匠那里定制的家具也在封顶后搬了进来，这速度简直让我震惊。江群见状笑道：“很意外吗？其实是因为大家觉得欠了我人情，知道我急着住进来，所以都帮得格外卖力，订单也是紧着我的先做的。我们北方人就是这么实诚的。”闻言，我不禁无语地白了他一眼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就他还实诚？前几日夜里说好的就一次，结果却食言而肥的人是谁？新房盖好后，江群请来全村人喝暖房酒，然后当众宣布了我们的婚礼。我和如意虽然成了夫妻，但因当时身逢乱世，就没能给他一个婚礼，所以我想在下月初8和如意正式拜堂成亲，届时还请各位父老乡亲来喝杯喜酒。听到江群的话，众人顿时连连鼓掌：“江兄弟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们肯定来。”“对，我们一定来。”而我则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这世界上有哪个女子没有期待过自己的婚礼呢？我以为被新帝赏赐给江群后，不会再有婚礼了的，没想到江群竟然还记着这件事情。
村民们散去时，江群已经喝得脸都红了。一进屋，他便两眼发直地盯着我。乖乖，过来，我抱抱。我不禁耳朵一红，你想做什么？外面还有人呢。自从我不抗拒他以后，这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帮忙收拾的妇人可还没走，江群这时却大步朝我走了过来，然后直接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。乖乖，你身上真软，你知不知道，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想把你按在怀里揉碎了亲。果然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软，光是抱着你，就让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禁心中一动，好奇地问道：你以前见过我？江群懒懒地嗯了一声，灼热的呼吸带着清甜的酒意喷洒在我的脸颊边。我立刻追问：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没印象？江群听了突然低笑一声：5年前你参加秋猎出宫那次，那时候西北大乱，却被叛军故意封锁了消息。我安排好村民后，便从老家一路辗转来到京城，想上报朝堂这件事情。结果路上花完了盘缠，还没进京城的大门，就饿昏在京郊外。是你给了我水和吃的，救了我一命。换做平时，以他的狩猎本事，怎么也不会让自己饿死。可那时到处都是灾荒，莫说狩猎了，就连树皮都被饿昏了的灾民吃得一干二净。他空有一身本事，却压根找不到猎物。醒来看到他时，他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仙女。闻言，我不禁睁大眼睛，震惊道：你是那个乞丐？5年前我确实在路边救过一个人，那个人当时衣衫褴褛，胡子拉碴，我还以为是个乞丐，便好心给了他一些吃的。没想到他竟然就是江群。江群这时痴痴的一笑：是我。等到了京城，我才知道朝廷早就烂透了。那时我便知道昭国早晚要完蛋，所以为了得到你，我加入了叛军，拼命地往上爬，终于成了新帝手下的精锐。因为只有精锐将士才有资格跟着新帝一起杀入皇城。好在他的筹谋成功了，他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人了。听完江群的话，我有些吃惊，然后不解道：既然你想要我，那你怎么不加入昭国的军队？要是你成了大将军，说不定能让父皇将我赐婚给你呢。江群听了轻嗤一声：我当然这样想过，但是昭国的军队也早就烂透了。我虽然有些勇武，可也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既然我改变不了这一切，与其螳臂当车，倒不如顺势而为。就算是抢，我也要把你抢到手。说完，他突然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小心地问道：乖乖，你会恨我吗？恨我加入了叛军，灭了你的国？我轻轻地摇头：有什么可恨的？父皇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们更清楚。更何况，就算没有你，昭国也一样会被灭。或许我也继承了父皇的冷酷吧。对昭国，我其实没什么感情。更何况，在后宫的每一天，我都过得心惊胆战。叛军入城的那天，我只有一种一直悬在头上的铡刀要落下来的解放感。江群不知道，若是叛军再晚几天过来，我就会被父皇送给和他一样残忍嗜杀的武将了。而江群听了我的话，顿时将我抱得更紧了。乖乖，你真好。我不由得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叫乖乖？江群这时突然咧嘴一笑：其实这只是个巧合，你看起来太乖太软了，我才忍不住这么叫你。我不禁傻眼了。啊，就这？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毕竟叛军入宫那日，听到他叫我的小名后，我确实没那么惊恐了。江群见状，喉结一滚，直接堵住了我微张的嘴巴。呜呜！混蛋，放开我，外面还有人呢。江群似乎比我更期待婚礼。新房盖好后，便时常带着我坐马车去镇上置办东西。初8这天，村民们都过来喝喜酒，把江群灌得酩酊大醉。就在我以为今晚可以逃过一劫时，江群却在人群散去后，直接醉醺醺地将我压倒在床上。我以为他喝了很多酒，身上的味道会很难闻，没想到他吻过来的时候，口感竟异常清甜。我忍不住轻舔了一下，却没想到这一下会让江群直接失控。
累得昏睡过去前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幸好土炕是新做的，耐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